大雄以怨气化幽灵，想用来整蛊胖虎小夫，结果这幽灵竟跑去看静香洗澡了。这天晚上，路灯闪烁不定，女人独自在街上走着，结果竟遇到了一只恐怖的幽灵，吓得她尖叫连连，魂飞魄散。次日，大雄独自也在街上走着，结果竟遇到一个生闷气的胖虎，吓得他转头就想跑，却一把就被叫停了。紧接着，心情不爽的胖虎对大雄步步紧逼，一顿猛 K， 打完大雄后便潇洒离去，留下一句这样心情真的好了不少呢。另一边，哆啦 A 梦刚看完鬼故事，准备去上个厕所，没成想走到一半的时候，一只手忽然爬上了他前面的楼梯，吓得他整个人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。得嘞，这不是刚挨完打的大雄吗？哆啦 A 梦知道肯定又是胖虎动的手，而听见大雄说胖虎整整打了他23下后，立刻就拿出一块怨恨头巾，只要将它戴在脑壳上，再让大雄聚集一波心中对胖虎的怨恨，唰的一下就能召唤出一只大雄幽灵。虽然咱就是说这幽灵看起来属实是有点弱哈，还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。随后虚弱的幽灵在前面飘着，大雄跟哆啦 A 梦则在后面跟着。可两人怎么都没想到的是，走着走着，幽灵竟穿墙而入，跑进了静香家。紧接着一阵惊呼传来，大雄两人听声定位，立刻就赶了过去，竟发现这幽灵正搁那光明正大的观摩静香洗澡。震惊之余，大雄跟哆啦 A 梦瞬间就被静香发现了，被他利落的招了个透心凉心飞扬。就这样，好不容易幽灵跑到了胖虎家，可没想到的是，胖虎那是丝毫不带怕的，开始就追着幽灵满屋子打。奈何幽灵这东西没有实体，他是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最后却只伤到了自己。经此一事，胖虎决定不再搭理幽灵了。可这幽灵属实也是很过分，竟在胖虎吃拉面的时候，把自己的舌头浸在了拉面汤里，气得他顿时暴走，一个不留神还把拉面浇到了自己老妈的头上。完了，这下子一顿猛 K 是躲不过了。见到胖虎的日子不好过，大雄的怨气消散了，幽灵也不复存在。但怎么能就此放手呢？大雄又凝聚了一波对小夫的怨气，想让幽灵帮自己报仇雪恨。结果好家伙，小夫不仅不害怕，还灵机一动，用幽灵做起了生意，一人只要50日元就能亲眼看看幽灵到底长得什么样。这样的口号很快就吸引了一大波顾客的到来。但是50块不是钱嘛，就为了来看看这弱不拉几的小幽灵，还从头到尾就会一句于是乎你们懂的，小夫的生意搞砸了。有一说一，不愧是大雄，变成幽灵还弱到惨遭大伙嫌弃。这还不是最惨的，幽灵惨遭嫌弃后，身上的怨气那是更重了，却又根本不敢报复小夫，故而立刻改换目标，整天只晓得缠着大雄，反复念叨着那句自己真的好怨恨。楚梦山每天晚上都会被同班同学电话骚扰，为帮他找出真凶，大雄一不小心就扒掉了静香的小裙子。最近楚梦山的成绩总是往下降，全班同学都很担心他，只有那个人竟诡异的笑了。放学后，胖虎他们纷纷安慰楚梦山，成绩什么的不重要，大雄总是考0分，不也活得挺开朗。班上的女生听见了特别生气，觉得拿大雄跟楚梦山比实在太失礼，这可把大雄气坏了。但就算这样，回到家里他还得帮女帝大人去老爸公司跑腿送文件，没办法，别说想办法拒绝了，老妈干脆就是一顿数落，说大雄反正在家也不会写作业，还不如物尽其用呢。果然是亲妈呀！大雄险些崩溃，好在哆啦 A 梦拿出了一个小道具——物体电力传输转接器，只要把它装在电话上，然后给老爸打电话，就能唰的一下把手伸过去，将重要文件闪送到老爸那。看着哆啦 A 梦的演示，大雄心动了，还主动跑去帮老妈跑腿，结果他倒是开心了。任老板看见话筒里忽然伸出一只手，差点就当场去世了。随后大雄又给静香打了个电话，想跟他玩猜拳，静香吓了一大跳，还一不留神就被大雄把裙子拽掉了。而大雄感受如何？看着手上的裙子，他瞬间崩溃，非常担心静香从此以后就不会再找他玩耍了。想着想着，静香跑来了，大雄连连道歉，说自己真不是故意的。但没想到的是，静香其实是来找他帮忙的。原来楚梦山最近成绩下降，都是因为晚上的时候总有人给他打电话恐吓他，
听到这，大雄生气了，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，所以他跟哆啦 A 梦决定今晚就跑去出木山那儿看情况，争取把这个犯人揪出来。此话一出，金香就放心了，但也是没想到，前脚刚出大雄家，后脚就被哆啦 A 梦叫住了。好家伙，这光天化日大马路上的，金香羞得差点人没了。随后大雄又跟哆啦 A 梦达成时光机器，来到了晚上，让出木山照常睡觉，他俩则搁那儿守株待兔。很快打盹的两人被电话吵醒，大雄一把将手伸过去，结果又拉出了一条裙子。得嘞，这一波金香再一次无辜被伤。其实他只是想打电话问问现在情况怎么样啊。没过一会儿，第二个电话打来了，这人开口就是一波对出木山的恐吓，看来就是大雄他们今晚的目标。于是大雄立刻摁紧了电话，哆啦 A 梦伸出手一波拉拽，没成想竟把大雄他们班的书呆子同学拉了出来，这可给大伙整意外了。原来这一波纯属万年老二的心中怨念，他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都不能超过出木山拿到第一名，所以就想出了这个深夜骚扰的鬼主意。而现在人赃并获，一想到大雄他们会把这件事说出去，书呆子同学就要不行了。但出木山也是个心软的，立刻表示自己绝不会往外说，还让大雄赶紧把事忘光光。就这样，事情结束了，可金香却成了最大的受害者。第二天，大雄这个拎不清的，竟拿着她的裙子到处跑，嚷嚷着要把昨晚的裙子还给他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觉得金香倒霉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